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呀，出大事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可都是重磅的事情啊，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今天咱们就说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交易所出卖用户信息，好让共产党顺藤摸瓜找你收税的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币圈这几天利空不断，但为何币价却还涨了呢？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事件，而且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面对交易所的小技巧，就能鉴别出来你的身份信息、资产信息是否安全的小技巧。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各位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好，来讲正题啊。这几天的风向和节奏很乱啊，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主要是因为DCG 这个雷终究还是爆了啊 ！DCG 旗下的 Genesis 目前已经与银行机构开始审理，进行第11章破产保护重组的程序了。也就是说 ，Genesis 基本是完蛋了。那剩下的就是 DCG 也会跟着完蛋。那么 DCG 完蛋了，灰度也就完了。虽然说 Genesis 目前对外公告说的是，它不一定会破产，它只是考虑，审核一下这个条款。还不一定它真的会破产，但是面具人我想说啊，这个金融公司一旦面临了资金缺口的话，它是很难扭转的。那么 DCG 也好 ，Genesis 也好，或者是灰度啊，他们的连环暴雷对整个币圈来说，那就算是史诗性的大暴雷了。除此之外呢，火币这几天也传出了什么孙哥的内部员工捣乱，把公司的钱偷走的消息，而且呢，孙宇晨还把自己的币从 TRC 链给转到 ERC 链去了。总之呢，他也不相信自己的链了，不给里面存太多的钱了。这些消息加起来呢，这些事件啊，对币圈的币价都是非常不利的。可是呢，币价却涨了。比特币从前几天的16700一路暴涨到了现在，可能看起来是要收复17000大关了。然后呢，以太坊看起来呢也是要冲击$1300大关了。那这种走势直接给人造成的感觉就是牛龟速回了，是不是？那就奇怪了。你们看，市面上马上这些大雷呀、大机构都要爆了，可这大盘却还涨了，为什么呢？面具人，我能想到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个上涨是很多机构们为了回一把血，故意营造的假繁荣。如果说大家跟着买了，那他就赚钱；如果说大家的买气不够，万一后面的几个雷爆了，他也可以直接砸下去，割更多的韭菜，对不对？面具人，我觉得这种逆势上涨的玩意儿啊，逆势上涨的行情，大家一定要小心。我就举最近几天的典型例子，就是那个 BONK， 它也是逆势上涨，可是面具人我并没有提它啊，我也没有营销它，也没有给它半点流量，为啥呢？因为等大家都看到了它已经拉盘了，已经暴涨了，涨了几十倍了，潜力无限，赶紧买呀，是不是？下一个大金狗。然后呢，等你们买了以后，盘子就给你砸下来了，这真的是不出意外啊。这也就是前几天很多博主都在带 BONK 的分项啊，说这个东西有点潜力啊，怎么样了，暴涨了。其实他只要提到这个东西暴涨了，无论他说好话还是坏话，你心里面的印象已经形成了，已经形成营销了，你就觉得它暴涨了，是不是有潜力，你就忍不住想要跟风 FOMO 了。面具人我没有去给他营销啊，我反而在 Token Talk 里面警告大家不要买 BONK。其实这一次比特币、以太坊的上涨很有可能也是这种操作，让你们觉得哎呀逆势上涨了，是不是要有一波行情了？新年大冲击一下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目前的宏观环境、用户信心都没有好转，你说他拿啥给你涨呢？而且呢，美国联邦检察院也对 DCG 发起了调查，可谓是整个币圈现在的这些大佬们、大机构们都不好过。我以上说的这些事儿，已经都是很不好的苗头了，对不对？大家再回想一下，2个月前刚开始传出来 DCG 灰度有财务问题 ，Genesis 资不抵债的问题的时候，那时候面具人我就已经做节目说了，
纯粹的金融公司一旦是出现了资金问题，它就很难扭转的。大部分的情况下，这种资金公司出现资金问题了，就是个死。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DCG、Genesis 扛了2个月还没到就要破产了。那这段时间呢，你们看爆了很多的雷，都是纯资金公司，有哪一个能成功翻身的了？当然了，除了某个安奥背后是有共产党习近平给充值的，那另当别论。除了他之外，没有这种国家政党给你支撑的，哪一个不是死去活来的，甚至就是死得凉透透的，对吧？所以我建议这段时间的操作大家也别太激动，没啥好买的啊。你甭为了现在看着盘面涨了2、3个点了，为那一点点的涨幅你买进去了，你买进去了就跌，把你自己套住了，大过年的心里面不舒服，对吧？好，我们再来讲一下今天的第2个重磅话题那就是国内现在已经开始向用户稽查加密货币的个人所得税了2022年初。某些主流境内交易所向国内的税务部门提供了大量的有关的那些用户的交易详情信息等等等等税务相关人士解读，个人所得税中的财产转让所得税的比例为个人利润杠收益的20%，就是利润除以收益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这是怎么算的总之呢，共产党要问你收税，他说收多少就是收多少他最后给了一个结论，就是在上述的具体案例中，应为出金收益的20%。那么也就是说，你卖优卖了1万块钱，你就得交2000块钱，是吧？你卖了10万块钱，你就得交2万块钱。我这里说一下重点刚才他提到了主流的境内交易所向税务部门提供了大量的用户交易信息。各位，这句话你们记下主流的境内交易所向税务部门提供了大量的用户交易信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相信不用我再翻译了，你们都能明白。其实我想告诉你们不只是国内的所谓的主流交易所其实国外的那些交易所也有可能会和国内的公安合作，提供你们的交易信息、身份信息的。你们信不信？为什么面具人我敢说这句话为啥我开头说了要教你们一个小技巧我是如何做到判断出来国外的交易所也能够给国内的公安提供你的信息呢？很简单，如果说这些交易所能做到在线 KYC， 那么它一定是和大陆公安的数据库有对接的，否则呢，它是不可能做到在线秒验证你的身份信息的。所以你的身份信息、交易信息在线被通过了以后，那你的交易信息、身份信息肯定就会被派出所给核对、给掌握的了，对吧？这一点是完全没有任何疑问的你不需要有任何的猜想这是肯定的。不相信你们可以问一问专业人士问几个做过交易所的，或者是市面上那些做交易所软件的公司相关的信息你都能问出来还有呢，就是国家出的这个新闻这个文章里面有几句话比较有意思你们先来看这句话：中国由于将加密货币全盘定义为非法，因此呢，征税推进存在着一些争议。因为对加密货币的征税很大程度既代表承认它的合法地位，这与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门的立场存在冲突好，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中国目前还不能对加密货币征税，对吧？因为加密货币在中国是违法的、非法的，那就不用收税了，是不是？各位，你如果能这样想，你就太天真了。我党的文化文字是博大精深的，你们再来看一下这句话：中国对个人所得税的法律规定是非常的宽泛的，按照他的理解，任何中国国籍的人士在境内或者境外取得的收入都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税务部门都有其征税的依据。从过去2年来看，发生了很多针对直播网红明星的案例，共同富裕旗号下的对大户税收稽查变得更加严格。近期税务局也通过了 CRS 信息交换，对高净值的人的海外收入展开了调查。各位听懂了没？海外的收入也是可以交税的，也是可以被征税的。
那么结合刚才的2句话啊，先说是国内的加密货币是违法的，不能征税，但是呢，你在海外赚的钱你要交税。那么这2句话结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虽然加密货币在境内是不合法的，但是加密货币在境外是合法的呀。而中国共产党是可以对境外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所以说呢，你炒币虽然说你人在国内，或者是你人在国外啊，在中国这个炒币是不合法的，但是在国外合法。你在国外搞这个东西赚钱了，你照样要交税。各位听懂了吧？嘿嘿，我党打太极还是有一手的，是不是？总之呢，这些个消息啊，算是给国内的小伙伴们敲响了一个警钟。而且我想提醒你们一下啊，你们以后炒币要出金的话，你可要小心了，最好是狡兔3窟吧，给自己多留几条路啊。为啥呢？你要是通过国内的交易所啊，你出了金了啊，你卖了多少钱了，你收到多少钱了，这个东西啊，这个数据人家交易所肯定会给共产党的，只不过共产党他查不查你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然了，之前你看开那个什么福茂的啊，还有那些海外购物的，还有那些开网店的，被要求要去补税，补之前5年到7年的税，这就是拉清单，知道吧？如果说习近平哪天没钱了，想把你们拉清单，你们的清单啊都已经在他手里了，明白了没？只要你出金，就算有收入，不管你是赚了还是亏了啊，人家只算你出金，你挣了多少钱，只要你换钱了，不管是亏的钱赚的钱，就算你挣的钱，明白了没？那你就有可能被追查税务。这个出金是不管你盈亏的，只要出就算。各位，我建议你们还是需要仔细的思考一下以后的出金方式了。OK， 大家可以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啊！有任何的及时的币圈信息、政治讯息，包括咱们的健康、财产安全的问题，我都会及时的更新的。但是你们要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不能第一时间的收到我的消息。有什么问题，我们下期接着再聊，拜拜。